屏幕上的照片是2019年发布的人类第一次拍摄下来的黑洞照片。现在请大家再看屏幕，这张照片是天文学家拍摄的另一张黑洞的照片。等等，相信观众朋友们可能立即就发现了问题，我的第二张照片不对，它应该是电影里的截图。没错，第二张照片的确是史诗级的科幻电影《星际穿越》里的黑洞场面的截图。《星际穿越》发布于2014年，电影里的黑洞看起来和现实中的黑洞如此相似，但它却出现在我们真正拍摄到黑洞影像的5年之前，仅这一项就够我们惊掉下巴了吧？然而，电影里让我们惊讶的还远不止于此。就比如电影里男主库珀用引力波向身处另一个时空的女儿墨菲发送信息的情节。然而，虽然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应该有引力波的存在，但自从上世纪60年代多个引力波探测器被建造和投入使用之后，直到电影公映，人们还没有过一次引力波的观测记录。有趣的是，在电影公映2年后的2016年，两大引力波观测团队 LIGO 团队和 Virgo 团队共同宣布，在2015年9月14日观测到了在距离地球13亿光年远的地方两个黑洞合并所发射出来的引力波信号。其实，在星际穿越里，类似的硬科幻场景还有很多，它们所涉及的前沿科学研究领域至少包括引力波、黑洞、虫洞、高维空间、祖父悖论，以及统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大一统理论。它们中有的给人印象深刻，有的则只是一闪而过，但其中却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电影《星际穿越》里那些可能被忽略的硬科幻场景，感受一下那些曾经被禁锢在冷酷的方程式和严密的逻辑化语言下的科学的美被释放出来后的震撼效果。电影《星际穿越》公映于2014年，由大导演克里斯多弗·诺兰执导，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吉普索恩担任电影的科学顾问。毋庸置疑，电影里大量出现的硬科幻场景一定是在吉普索恩的指导下拍摄的。吉普索恩的头衔很多，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引力波天文学权威，LIGO 引力波探测计划发起人，加州理工学院终身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引力波、虫洞、黑洞、时间旅行。由他担任星际穿越的科学顾问，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在电影里，无时无刻不充斥着他多年艰辛工作的研究成果。所以，在我看来，星际穿越不仅是一部科幻电影，它更可以被看成是一场吉普索恩面向大众的成果汇报会，一部成功的把前沿科学知识向普通大众推广的科普教材。星际穿越本质上是一个讲述希望、亲情和爱的故事。如果想用一句话来形容电影的主题，我觉得最合适的可能就是电影里的那句经典的台词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夜。这段话来自英国诗人迪兰·托马斯的同名诗，诗人希望借这首诗来鼓励病重的父亲。由于原诗有点长，我在这里就不叙述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来读读，非常感人。后来这首诗也经常被用来鼓励那些身处困境、面临绝望的人，让他们勇敢抵抗，不要轻易放弃希望。NASA 尤其喜欢这首诗，在勇气号、机遇号火星探测器、新视野号冥王星探测器遇见困难的时候， NASA 就曾经多次向这些探测器发送这段信息。 NASA 这么做不仅仅是在鼓励自己，更是在鼓励所有的航天爱好者，希望他们不要放弃希望。我总是会想，有些媒体看到他人面临暂时的困难就幸灾乐祸，不知道他们能否领会这首诗里的真正含义。
一个不能正视困难和失败的人是难以取得成功的。星际穿越讲述的是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地球的生态环境变得十分恶劣，灾难天气不断发生，病害使得玉米和秋葵成为人类食物的唯二来源，人类面临着即将灭绝的危机。就在这时，在土星附近突然出现了一个虫洞，在虫洞的另一侧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和黑洞附近的几个天体。通过前期的探测，NASA 已经得知，在这些星体中有3个星球可能适合生物生长。现在需要派宇航员穿过虫洞前往确认。NASA 交给宇航员们2项任务，次要任务是携带5000个人类胚胎，作为维持人类种族延续的备份手段。在那边，如果条件合适，就把这些胚胎孵化培养，以便在几十年内在虫洞的另一侧创造新的殖民地。主要任务是取回所需的数据，在 NASA 解开引力方程的前提下，使全体人类移民外星，从而拯救全人类。曾经是 NASA 宇航员的男主库珀，由于经验丰富，被要求加入其中。就这样，怀着拯救全人类的梦想，库珀离开了他深爱的2个孩子和他的岳父，和其他宇航员一起前往位于虫洞另一侧的候选宜居星球。在旅途中，库珀才知道，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主要任务。在没有黑洞内部数据的前提下， NASA 根本不可能解开引力方程。而根据当时人们的认知，黑洞内部的信息是无法传递到黑洞以外的，所以想获得黑洞内部的信息是不可能的。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找到宜居星球，在那里用携带的人类胚胎把人类的种族延续下去。但是宇航员们经历了种种磨难，才发现3个备选星球中的2个其实并不宜居。他们想前往第3个星球，但由于前面对另外2个星球的探索过程中，他们已经消耗了太多的时间、燃料和物资，仅凭剩余的燃料和物资，他们已经无法抵达第3个星球。为了完成任务，库珀想到利用黑洞为永恒号空间站加速，使之能够具有前往第3个星球的动能。他和机器人塔斯还分别乘坐不同的飞船进入黑洞，希望能够获得黑洞的内部数据，并找到方法把这些数据传回地球，帮助 NASA 解开引力方程。进入黑洞后，库珀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高维时空，在这个时空，他可以在多个时间点上看到女儿房间过去的景象。他还能通过引力波影响物体的运动，从而向女儿发送信息。就这样，在机器人塔斯的帮助下，库珀把黑洞内部的信息通过引力波传送给一直对父亲保有坚定信任的女儿，而女儿墨菲则利用这些信息解开了引力方程，从而拯救了全人类。最后，库珀又神奇地回到地球的时空和女儿相见。由于库珀曾经在黑洞附近旅行，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当库珀再次见到女儿的时候，女儿已经是垂垂老矣，而库珀却依然还是个中年人。女儿不想自己的父亲看到自己先于父亲离开人世，就鼓励库珀回到虫洞的另一侧，寻找昔日的队友，开启新世界的生活。影片的结尾，库珀的队友已经在第3星球建立起新的殖民地，一个遥远的人类新世界将在这里诞生。故事讲完了，现在就让我们从一个很可能被忽视的，但其实又极其重要的片段开始，对电影里的科学场景进行一些讨论吧。我要谈的第一个片段，在电影开始后不久，库珀带着儿子和女儿开车外出，在路上，女儿墨菲谈起对自己名字的不满。他认为墨菲定律的意思是，任何可能出错的事情最终都会出错，因此墨菲不是一个好名字。但父亲库珀告诉墨菲，墨菲定律的真正意思是，一件事只要可能，它就一定会发生。 Why did you and Mom name me after something that's bad? Oh, we didn't. Murphy's Law. Now, Murphy's Law doesn't mean that something bad will happen. What it means is that whatever can happen
What happened? And that sounded just fine with us.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我们经常把墨菲定律运用到质量管理和风险控制上，所以我们对墨菲定律的认识其实和小女孩墨菲是一样的。但真实情况是，库珀的回答才是墨菲定律的正解。当我们仅仅把墨菲定律用于质量管理和风险控制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就是风险和困难。而当我们真正弄懂墨菲定律的含义的时候，我们知道墨菲定律也可以代表着希望。在电影里，正是由于希望和爱的存在，库珀和墨菲才会前往神秘的 NASA 基地，库珀才会离开家人，穿越虫洞，才会不惜坠入深不可测的黑洞，墨菲也才会不断的破解神秘的信息，最终解开引力方程，拯救全人类。所以电影里父女之间关于名字的这一小段讨论，其实是在告诉观众，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我要谈的第二个片段，就是电影里穿梭飞船和空间站对接的场景。类似的场景在后面还会出现。这部分内容和真实太空对接的符合度还算是比较高的，只不过可能是因为电影里时代背景的设定是在未来吧，估计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更好的航天器对准技术，所以现在我们在航天对接中经常会用到的准星和标尺，在电影里都没有出现。相信到了电影里的那个时代，一定已经有了更好的对准技术。不过我这儿正好有一段视频，反映的就是目前航天器完成软对接之后，实施硬对接之前对准的过程，大家可以看一下，做个参考。我估计诺兰一定是觉得这种对准方式实在有点太 low 了，所以把准星和标尺就都给去掉了。我要谈的第三个片段就是穿越虫洞的那段。什么是虫洞？ So they say you want to go from here to there, but it's too far, right? So a wormhole bends space like this, so you can take a shortcut through a higher dimension. Okay, so 虫洞可以理解为连接两个不同时空的快速通道。我们知道质量可以使时空弯曲，质量越大的物体对时空的弯曲程度就越大。虫洞就是利用时空弯曲，将本来在空间上相距很远的两点快速连接的通道。有关虫洞的这个片段，我不想做任何评价，毕竟吉普索恩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这段视频反映的是全球对虫洞做出过最深入研究的人之一吉普索恩的脑中是如何设想进入虫洞以后的景象的。同时我要强调一下，后来的事实证明，吉普索恩脑中黑洞的样子和我们后来观测到的黑洞的样子是非常相似的。我要谈的第四个片段，就是讲述黑洞附近的天体上的时间会变得很慢的那段。根据相对论，当物体 A 在离一个质量为 m 的天体的距离为 r 的时候，物体 A 时间变化 dt 相对于远处物体的时间变化 dt0， 遵循屏幕上显示的公式。在公式里 G 表示万有引力常数，而 C 表示光速。电影里由于星球一离黑洞很近，那里的1小时相当于地球上的7年。从这个信息不用计算，我们就能知道星球一与黑洞起点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近的，已经接近了黑洞的施瓦西半径。我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当屏幕上显示的这个公式的结果趋近于0的时候，距离就会趋近于黑洞的施瓦西半径，而当距离 r 等于施瓦西半径的时候，时间就不再流动。电影中星球一上的时间几乎是停止了，所以它与黑洞起点的距离一定非常接近施瓦西半径。讲到这儿，我不禁想请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设想，如果您是一个远处的观察者，您看到我正受到引力的影响跌入一个施瓦西黑洞，您会看到我是加速跌入黑洞还是减速跌入黑洞呢？事实可能和您的想象并不一样，在您的想象中，我一定是像地球上的自由落体一样加速跌入黑洞，但事实是，由于黑洞周围巨大的时空弯曲，
您会看到我越来越慢地向黑洞的事件世界接近，您会看到我无限地接近世界，但永远没法到达世界表面。换句话说，在您的视角里，我永远没有进入黑洞，而是似乎停留在了黑洞的世界上，而且我被二维化了，我的二维信息就这样以无限慢的速度、无限接近的距离覆盖在黑洞的事件世界上。这能让您想起点什么？对，的确有点像小说《三体》里的二向箔。根据《三体》里的描述，受到二向箔攻击的物体是三维中的一维坍塌了，在跌落的过程中还会向其他的维度扩展，也就是跌落会造成其他两个维度上面积的扩大。但跌入黑洞的过程，除了在跌落方向所处的维度上，您会看到尺寸被压缩的现象外，您是不会看到我向任何其他维度扩展的。我在其余两个维度上的面积不会发生改变。这一切是不是很神奇？我的这一段描述涉及了不少有关黑洞的知识。如果您对黑洞还不太了解，可以去看看我关于黑洞的那期节目，相信一定会有所帮助。我要谈的第5个片段，就是现在屏幕上显示的飞行在黑洞吸积盘上方的视频。看到这儿，我们不禁会问，连光也无法逃出的黑洞，为什么会有明亮的吸积盘呢？我们知道，黑洞的引力极其巨大，会把周围的物质吸入其中，而当这些物质与黑洞起点的距离小于自己的洛希极限的时候，就会被黑洞的引力撕碎，聚集在黑洞的赤道平面上，呈螺旋状向黑洞的内部跌落。这些破碎的物质在跌落黑洞的过程中会相互挤压摩擦，从而产生强烈的辐射。我们从远处看到吸积盘所发出的光就是这些辐射。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 M87 黑洞的吸积盘。要知道，这张照片可是2021年才公布的，比电影公映的时间整整晚了7年。吉普索恩对黑洞认识之深之准，可见一斑。我要谈的第6个片段，就是库珀弹出飞船以后的那段。在这段视频里，我们看到库珀弹出之后，飞船就快速地飞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我猜测在这里，吉普索恩是想告诉我们一个有关克尔黑洞的有趣现象。在电影里的黑洞其实是一个有自旋的黑洞，有自旋的黑洞又可以分为不带电的克尔黑洞和带电的克尔纽曼黑洞。由于这两种黑洞的性质相似，我下面的叙述就用克尔黑洞来举例了。大家请看屏幕。由于自旋，克尔黑洞的构造和施瓦西黑洞是不同的。施瓦西黑洞只有一个起点和一个事件世界，但自旋的克尔黑洞就要复杂得多。从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克尔黑洞有内外2个事件世界。在克尔黑洞内部，起点也变成了奇环。奇环和内静止面所包围的区域，现在被物理学家认为是一个正常的时空。在内静止面和内事件世界之间，以及外静止面和外事件世界之间2个灰色的区域被称为能层。物理学家认为，处于能层的物体可能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如果处于能层的物体 A 上突然掉落一部分物质 B， 物质 B 就会带着负能量向黑洞的中心方向跌落。与此同时，物体 A 则因为物质 B 带了负能量而突然获得数值相等的正能量，从而向外弹出。这应该就是库珀看到飞船快速飞走的原因。因此，这段库珀弹出飞船的视频，我估计很可能是发生在黑洞的内能层。类似的，机器人和库珀分别乘坐不同的飞船，离开空间站，进入黑洞的那部分视频，我认为是发生在外能层。我要谈的第7个片段，就是库珀进入内静止面以后，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高维时空。这就是吉普索恩设想中的黑洞内部。在这儿我要声明一点，当我谈时空的时候，我指的是包括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在内的整体，而当我说空间的时候，我仅仅是指空间的维度。就比如我们所处的就是一个3维空间，同时它也是一个4维时空。在吉普索恩的想象中，黑洞的内部是一个高维时空，
在这个高维时空，我们能找到很多不同时间点上的低维空间。在电影里，这个低维空间就是女儿的卧室。电影中最让我们感动的情节就发生在这个低维空间。我要谈的第8个片段就是库珀在高维时空通过引力波向女儿发送信息的那段。在高维时空经历了短暂的无助和绝望，库珀渐渐找到了和女儿沟通的方法。他先是把女儿卧室书架上的书推下来，后来又通过引力波控制沙尘形成条纹，这就和电影一开始时的情节对上了。然后库珀又用引力波控制作为礼物送给女儿的手表的指针，把黑洞内部的数据发送给女儿，希望借此协助女儿解开引力方程。而女儿也明白了她卧室内的 Ghost 就是身处另一个时空的父亲。我在这儿用 Ghost 这个词，而不是用通常中文翻译幽灵，是因为 Ghost 在英文里的词义和幽灵在中文里的词义有的时候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最终，女儿破解了父亲的信息，解开了引力方程，拯救了全体人类。库珀在高维时空的这段情节非常感人，开始时的绝望与无助和父女间的真情，让人每每看到都不禁潸然泪下。建议朋友们可以去多看看。这段情节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思考就是祖父悖论。未来的父亲通过改变过去的历史，改变了现在，这是现代物理学里一个最具争议的话题。这段情节带给我们的思考远远不止于电影本身。看完电影，我不禁感到，整部电影还深埋着吉普索恩思想里一个根深蒂固的执念，寻找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统一的大一统理论。在吉普索恩的思想里，大一统理论能够引领人类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如果我们回顾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带给这个世界的影响，吉普索恩的这种想法并不过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带上亲情与爱，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这应该就是诺兰和吉普索恩最想告诉我们的东西。好，电影《星际穿越》里那些硬科幻场景就在这儿为大家解说完了。作为最经典的科幻电影，我的解说肯定只能算是蜻蜓点水，电影更深层次的含义还需要我用时间去感受。如果我在节目里有什么疏漏或者错误，欢迎大家给我留言，咱们一起讨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陪伴，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